为阻止中国统一，美国媒体呼吁呢更新4项战术部署，反而呢给我们中国提了个醒。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为了吓阻中国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美国国会正在讨论一个重要的议案：如何发展未来的作战力量。美国国会山庄报发表文章称，说美国目前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的战略轰炸机、核潜艇和水面舰艇，在台海发生冲突时无法发挥吓阻作用。未来应该拨出数十亿美元，用于部署大量的小型无人机、大型无人潜航器、足够数量的防区外的反舰导弹以及多样化的卫星集群。作者认为，美军武力干涉台海问题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战略劣势，也就是美国本土离台湾太远，关岛基地呢又太脆弱，水面舰艇面临着解放军反舰导弹的挑战。在水下待命的攻击型潜艇虽然能够提供帮助，但是潜艇的费用高昂，而且呢载弹量有限，发动攻击后还有可能被猎杀。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美国国防部可能需要考虑是否在今后5年至10年内，每年从现有的预算计划中转拨数十亿美元的经费，用于部署以下类型的能力：一、部署大量的小型无人机，其主要任务是能够识别目标，引导远程攻击武器，打击最有价值的目标。第二呢，发展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们可以在西太平洋巡弋，能够发射导弹、布放水雷或直接对位于台湾岛附近的舰艇进行攻击。第三，要有足够数量的防区外反舰导弹储备，能够让美军的空中作战力量长时间的发起远程打击。第四，要加大美军的卫星集群的多样化，以保持信息优势。总体来看，美军认为通过发展无人装备就可以降低武力干涉台海的风险。只要美军拥有太空优势，再利用空中远程打击力量，就能有效地干涉台海事务。那么这种战术靠谱吗？首先，发展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的优势不在美国，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也很强。因此，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大量的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的国家不仅仅是美国一家，其他国家也可能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手段。第二，在中国的家门口，美军是难以获得态势感知优势的。中国同样有庞大的卫星网络，而且呢还有无人7、无人8，是吧？以及一系列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完全可以管控相应海域的情报信息。第三呢，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就这么几个，而且这些军事基地都是固定的，无论是机场还是港口都跑不掉。那么如果发生武装冲突，尤其是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那么这些军事基地是否就能确保安全，不遭到攻击呢？那么一旦遭到攻击，美国空中作战力量将因此而失去优势。另外，美国的专家给出的这些建议，从反面给中国提了个醒，有可能美国画张饼，结果最终呢由中国来实现。因为无论是在建立卫星群以及蜂群无人机、水下潜航器等方面，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并不大，而且呢在产量方面我们可能还更有优势。当然，随着各种各样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系统的研发和列装，在反制方面，中国大陆可能更具优势。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